在 Minecraft 的极限模式生存100天，尽管这款游戏我从小玩到大，但这件事我还一直没有尝试过。在这100天，有激动人心的冒险，也有不紧不慢的日常。这就是我在 Minecraft 的极限模式生存100天的故事。第0天，我出生在了一片热带草原上，像普通的开局一样，我砍了一些木头。为了快速解决食物问题，砍来的木头我们首先制作了一把木斧。当然，用完的工作台不要随处乱放，我把它带在了身上。为了促进草原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，我对牛进行了经验化处理，随手再带上路边没人要的野甘蔗。接着我继续探索这个有点发黄的世界，很快就在不远处的海里发现了一艘沉船。当然我不打算对这个鱼动手，只是感觉它怎么变大了一点。到达沉船，我首先放置了工作台，并且制作了几张木门，这些木门能让我在海里呼吸上新鲜的氧气。打开沉船里的宝箱，我获得了16块铁锭、3个绿宝石、9个青金石、9个铁粒以及9个金粒。接着再找到另一个宝箱，我获得了一些纸、1个藏宝图以及1个时钟。回到岸上来，由于没有下矿，我们就获得了一些铁锭，所以接下来我制作一艘木船、1个铁桶、1个铁镐、1个铁斧以及1把铁剑。乘上制作的木船，我们开始寻找宝藏的位置。来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次航行也是一帆风顺，我们顺利的找到了宝藏的位置。接着我制作了一把刚才忘记制作的铁铲，在经过简单的挖掘之后，我们也是顺利的找到了宝箱。接着我们又拿到了很多的铁以及一些熟鱼、绿宝石、黄金、一些水飞药水什么的。拿完宝藏，我们捡起刚才挖掉的沙子，带走工作台以及木门。我开始在海上寻找合适的定居点。随后我发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沙滩，在沙滩的不远处就有几头猪。为了以后的可持续发展，我也是没有对这个猪动手。其实我来这边只是想砍一点树，是吧？在随手砍完一整棵树之后，来到沙滩，我放上了工作台，并且制作了2个箱子。在放上箱之后，一眨眼，我们身上的东西都跑到了箱子里。接着为了扩大家里领地的面积，我拿起了铁铲，开始了挖掘。正当我沉浸在挖掘的喜悦中之时，夜色也是悄然而至。而现在的我既没有照明的光源，也没有温暖的小窝，所以接下来我打算找几只小羊，牺牲一下它们身上的羊毛，用它们的羊毛来温暖一下我这个方方正正的身躯。在前方我发现了一只小狗，但可惜我现在身上并没有骨头。不过放心，等我们有了骨头之后，肯定会来聘用它的。在我们回到那片热带草原之后，天色也是完全黑了下来，其实也挺亮的。在皎洁的月光下，我发现了一只眺望远方的私人羊。从我们的哲学家羊身上借一点羊毛，再顺手解决一只蜘蛛。一个狡猾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矿坑里，来都来了，我顺手挖了一点石头，再顺手挖一点煤炭，最后又顺手挖了一点铁。走出矿洞，正在我感叹今天是不是 MC 里的中秋节的时候，一只苦力怕突然跑到我旁边，并且偷袭了我。不过还好，只是一脚略脏。当然外面还是有一点危险的。在和羊借够了羊毛之后，我也是回到了家，并且制作了一张床。你们看，在我们做东西的时候，这苦力怕想偷袭我，干死这只不讲武德的苦力怕。接着我放上了床，但是我逆反心理突然又起来了，就是感觉这个夜晚还挺安全的，想找点事儿干。我用木板制作了一些木棍，接着把煤炭全都做成了火把。我打算在周围插满火把，用火把来抑制怪物的刷新，这样我们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干啥就可以干啥了，不用担心刷怪。没有刷小白就是好啊，感觉刷小白我现在头已经被干烂了。小白，我靠！哇！刚才我也是遭受了小白和苦力怕的连环计，还好我技高一筹，顺利逃掉了。上岸之后，我做掉了这只伏击我的小白，并且成功获得一根骨头。在又做掉一只僵尸之后，我本打算去驯服刚才遇见的狼，但很快就有一群僵尸朝我们逼近。俗话说得好，高打低，打傻逼。我操！别，我错了。接着我吃了口腐肉回个血，很明显今天幸运女神是站在我这边的。那我垫3个杆，你们奈我何呢？清理完这群穷凶极恶的僵尸，接着我烤了一点羊肉，再把甘蔗给全部种上，吃点羊肉回个血。很明显幸运女神还是站在我们这边的，吃羊肉没有这种饥饿效果，你还说不是吗？时间也是来到第1天，我制作了一个盾牌用来保命，接着把我们之前心心念念的狼给驯服了。为了能够建造一个足够大的农田，满足我们日常的食物需求，我们需要收集80个种子。在收集到足够的种子之后，我清理了一下家附近的树木，铲出了一块平地，在中间放上水，耕种一下地块，再种上种子，给动物造一个围栏。
接着去海里挖一点海带，用海带堆肥获得谷粉，再用谷粉催熟下小麦种子获得小麦，接着带上我们这唯一的小麦去外面找牛。途中我砍了一点南瓜，并且发现了一个超级大的露天矿坑，等咱们食物充足之后就可以来这里探索了。终于我在一条小河旁边的山上发现了几头牛，这不得给这些小牛一个温暖的家呀！这家也是肯定足够温暖，大家挤一挤肯定不冷。为了尽快实现食物自由，我需要安全的获得更多的谷粉，所以我决定在海上造一个刷怪塔。为了建造刷怪塔，我在外面砍了几天的木头，并且最后成功收获到了足够多的材料。接着我出发前往了海上的小岛。来到这个小岛之后，我从岛上往外延伸出了一条足够长的路，以此来连接我们的刷怪塔。我们首先向上搭，搭到一个足够高的高度，再搭建一个小的平台，从平台往上来搭建我们的刷怪塔。首先我们需要一个刷怪平台，接着我们放上水，用楼梯做一个3格高的墙壁，在平台上放一下火板门，防止刷蜘蛛。给怪物们盖一下屋顶，再在屋顶上插上火把。差点忘记你了。经过3天的建造，我们的刷怪塔也是顺利完工。我们直接开始刷谷粉吧。当然，这会儿刷怪塔里这么多怪，纯属是因为刚才建造的时候囤了很多怪。接着僵尸也是掉了一块马铃薯，我们再也不用和牛抢小麦吃了。由于这会儿我也不太需要经验，所以我给刷怪塔降低了2格，直接改成摔死处理的。放上箱子，由于没有足够的铁做漏斗，所以我只能靠人肉捡的方式来拾取掉落物。在简单充当了一会儿人肉漏斗之后，我打开背包一看，已经45个骨头了。我直接回到家，逮着小麦就是一顿催熟，全部催熟之后再开始疯狂的收获。小麦这么多，那肯定要给我们的牛喂得饱饱的，吃饱饱，到时候多产点皮革，多产点肉，接着再多搞一些马铃薯用来种。很快我们也是把谷粉给用完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一顿挂机捡骨头，回家种地，再烤一下土豆，喂一下我们的牛。时间差不多，我觉得是时候去下矿了。我们用家里为数不多的铁制作了一个铁质胸甲，再整上2把铁镐。趁着天还没亮，我们再收集一下甘蔗，把南瓜苗给种上，最后再喂一下我们的牛。牛也是很开心啊，高兴的都抽搐起来了。OK， 来到之前发现的小矿坑，这个高度落地水，就算失败了也不会摔死，我简直是个天才。接下来就是哐哐的一顿乱挖，继续深入洞穴探索。很快我们就发现了一处钻石矿脉。说实话，这个地方钻石多的有点离谱了。OK，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又陆陆续续的挖到了一些钻石，正好凑够24颗钻石。我们首先做了一整套的钻石装备，用来保护我们自己。穿上钻套，我也是感觉安全感满满。在一个狭窄的空间，我顺着一条裂隙水不断的往下走，发现了一处黑曜石矿脉。这就是这个天然生成的黑曜石啊，黑曜石矿。接着我们制作了一把钻石镐，挖了一点黑曜石，接着又在矿洞里面一番探索，感觉钻石已经被挖的差不多了，是时候可以离开了。第11天，我们通过我们海上的信标，成功找到了家的位置。回到家之后，我们整理了这一趟的战利品，搭建了一个地狱传送门。这一趟下矿也是收获颇丰啊！拿上我们箱子里刚挖好的钻石，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给所有的工具都整成钻石的，剩下的钻石放置进箱子里保存好。接下来我们要给我们的甘蔗地扩建一下，我们先给这岸边修的整齐一点，应该不会有人不是强迫症吧？接着我们要从岸边延展出一条长的泥巴路，用来种我们的甘蔗。正当我们开开心心的建我们的泥巴路的时候，一只苦力怕突然从背后偷袭了我，不过还好有全套的钻石装备保下我们的小命，所以火把这东西还是不能省，该插就得插上，把刚才炸坏的地方给修补好，再把甘蔗给全部收起来。突然感觉我们这个泥巴路还差点意思，再来2个差不多。接下来我们先去铲一点泥土来用，一边铲着土，这天色也是逐渐亮了起来。看我们双管齐下，双头并进，一下铺2条路，只有这个少数的武林高手才可以办到的事儿，没想到我却轻易的做到了。哈基阳，我这家伙不愧是我。接下来就是这个非常不考验技术含量的种甘蔗环节了。像我这样把甘蔗种这么整齐也是有难度的。
为了防止我以及甘蔗不小心掉到水里，所以我用身为含水方块的半砖把中间的水给堵上。我们下矿铁也是挖了不少，所以我们打算做一些漏斗去把刷怪塔给改进一下。突然一阵哼，我们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家伙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他是个黑心商人，什么垃圾东西都还拿出来卖，还卖这么贵。哎，我靠，他突然不见了，我背包里突然多了2个栓绳，还有几个皮革，好像。奇怪，来不及为黑心商人的消失而悲伤，我们现在要去修我们的刷怪塔了。我们捕捉的小苦力怕也是在这待了好久了。装上我们的掉落物自动收集器，想都不用想，我就知道我们接下来的刷怪之旅肯定非常的顺利。OK， 接下来我们就是在刷怪塔上杀怪、刷等级，然后再回家收菜、种菜。极限模式我们主打的就是养老，有的时候就是这么幸运，我正悠闲的种着菜，突然一个僵尸村民就来到了我们的脸上。OK， 僵尸村民，你怎么控制了我？你控制我，给你盖了一个小房子，这家伙太坏了。当然，这幻翼更坏。又是新的一天，我发现这个牛子好像有点挤坏了，挤得都冒烟了。我决定先给他们修理一下吧，太多了，兄弟们。说实话，咱还是有点养殖天赋在的，至少咱们把小的都留下来了，是吧？甘蔗地也是顺利的种满了，接下来就是等它疯狂发育了。在等待甘蔗发育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先去砍一点木头，就鼠标按着不动就砍就完了。顺路诱拐一只小猪跟我们回家，其实是2只小猪，不是1只小猪，我骗你们的。接着我们投喂了一下2只小猪，你们其实没有什么用，你们的肉我也不想吃。接着白天剩下的时间我们都在砍树，也是到了晚上，突然我想起地狱门还没有点亮，地狱我们也还没有去过呢。3个沙粒没几下，我们也是成功挖出了碎石。接着我做了一个打火石出来，点燃了地狱传送门。来到地狱，我环顾四周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，出于安全的考虑，我首先返回了主世界。接下来我接着在家附近插火把，以防止刷怪，顺路杀点僵尸，再获得点经验。在随手踢死路边一条猪之后，我就发现了一个僵尸村民。什么叫大自然的馈赠？这就叫大自然的馈赠，兄弟们懂了吗？这只僵尸村民也是控制着我，给他盖了一个小房子。接着我把已经长出来的甘蔗简单的收了一下，在解决完这些恶心的幻翼之后，天也差不多快亮了。我们把甘蔗全部都做成纸，再配上上等的小牛皮做成书本，最后再合成16个书架，加上一个附魔台。那就删，先那就删。给鞋子附魔，给胸甲附魔，再给我们的裤子附个魔。然后我们的等级不够30级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的手突然不听我的控制，他自己去砍杀这些无辜的牛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也不懂。在一顿不受控制之后，我们的等级还是没有来到30级，所以说刷怪塔来吧。接下来我们经历了枯燥而又漫长的几分钟刷怪时间。由于这个刷怪塔的效率实在是太低了，加上天色也晚了，咱们可以去找野生的僵尸兄弟们借点经验去。回到家，我们还是先是给我们的头盔附上魔。在简单杀了几只怪之后，我发现好像并不比刷怪塔快，但它强就强在一直有的忙。接着我遇见了一只野生的球鱼，我着急忙慌的跑回家，拿出白嫖的栓绳，然后不出意外的好兄弟们，我迷路了，找不到刚才那只球鱼在哪儿了，但也不算太坏，我顺利的升到了30级。随后回到家，给我的钻石剑附了一个还不错的附魔，简单的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物品，做出我们的保命金靴，在有全套附魔装备的情况下，我们也是出发前往了地狱。来到地狱之后，我首先记录了一下传送门的坐标，我开始在地狱里面寻找下界要塞的位置。这个绯红森林真有点小大呀，运气也是比较好，我们用不到1天的时间就找到了下界要塞。接下来就一顿在堡垒里面探索，当然目的也很明确，就是烈焰棒。在和烈焰人一顿亲密无间的友好交流之后，他们也是非常慷慨大方的送了我们很多根烈焰棒。烈焰人的慷慨是一回事儿，但说实话，这个下界堡垒里面竟然没有下界油，这不合理吧？
找了一天没找到，不得已我也是放弃了寻找地狱油。但还好我在要塞附近发现了一个传送门的遗迹，不多不少，正好获得10颗黑曜石。找小黑借了一颗珍珠，我用珍珠一个瞬移直接卡到了基岩上层，然后美滋的找到我们标记的传送门的坐标，再搭建一个传送门。拿出打火机点燃地狱门，我们也是顺利的回到了主世界。回到主世界之后，我们也是没有停歇，直接制作了酿造台，再做出了发酵蜘蛛液。金苹果当然也不能少，拿上我们酿出的喷溅型虚弱药水。僵尸村民也是等得饥渴难耐了，一丢，然后一人喂一个。不要脸，我救你们，你们还打我一下。在等待僵尸村民复活的期间，咱也别闲着，现在就修整出来一块地，用来修建我们的村民繁殖基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还这些小动物们一个自由。主要说实话，确实养着也没什么用了。好吧，我反悔了，还是各养2头比较好。不想喂可以不用喂的，其实也不怎么麻烦。我们用玻璃把这2块地给围起来，再给这2个口的上方放上玻璃。等村民入住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用火板门卡住他们，让他们出不来。在我们建造的时候，村民也是成功的复活了。村民们现在就自由了，才怪。睡一觉，我们直接度过夜晚。来到阳光明媚的第2天，村民们也是心甘情愿的跑到菜地里来，无偿的为我们干活。咱们也得为村民做点什么，比如说在这个堆肥桶上放上石墙，以防他们上下楼梯蹲的脚累，然后再在石墙上面插上火把，这样的话夜晚他们也不会害怕了。突然感觉那2块田地有点太大了，他们走来走去会很累吧，所以说我给他们换了一种形式的家，这个屋子就小很多，这样他们应该不会那么累了，不用那么辛苦了。为了庆祝村民们有了新家，咱也是给家换了一个位置。村民的地方小了，那咱的家就可以大一点了，毕竟 Minecraft 的地图就这么大，不够用的。那咱们和村民属于竞争关系了。简单整理一下家里的物品，为了换取更多的绿宝石，我们需要更多的原木。有了木头做成木棍，我们就可以和制剑师交易绿宝石，也是从白天砍树砍到了晚上。简单收拾一下一些杂七杂八的掉落物，然后来到我们的好朋友制剑师旁边，用木棍换取他的绿宝石。再把换来的绿宝石在农民这儿换成面包，当然换来的面包咱也是不吃的，还是得喂给村民。这样一圈下来，制剑师获得了木棍，农民获得了绿宝石，而我获得了经验，也不错啊。没过多久，吃饱喝足的村民头上也是冒起了爱心，成功诞生了一个小村民。小村民长大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，这边的地有点坑坑洼洼，我是不能接受的，必须给它填平。突然我又有了一个奇妙的小点子，那就是能不能让这些村民长大之后直接就任，咱们把村民交易所直接建在这里。经过几天的设计，我们终于造出了一台这样的装置。村民长大之后，首先会游上来，然后再掉到这个沟里面。我们只需要在这儿放好职业方块，等他们过来认领就行。时间来到晚上，正当我们对村民进行友好投喂的时候，我们的隔壁偷偷刷了一只流浪商人。凭着友好交流的原则，我们和商人交换了4棵树苗。交易完之后，他突然就自己去世了。为了获得更多的诡异菌盐来种植诡异菌，我们附魔了一个精准采集的铁镐，接着就是在地上放置很多的下界盐，再放置一个诡异菌盐，用骨粉催熟一下，再砍一些诡异木。这诡异木可是上等的扛火木材啊，还是得准备点以备不时之需。但是有一说一，这诡异菌饼处理起来真麻烦。最后再派出我们精准采集的铁镐来收一下尾巴。转眼来到第2天，我们修建了一个方便我们快速上升的通道，在通道内的灵魂沙上种满海带，并从底部打掉海带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快速的飞升。当然，飞升最后的目的地不是仙界啊，是下界，是下界的基岩最上层，就是上界，好吧，上界不是下界。简单看一下这个光秃秃的上界，我们还是要回去建设我们的主世界。为了建造一个简易的刷铁机，我们需要挖出一个19×19的空间。在效率式的钻石铲的加持下，我们挖掘泥土的效率非常之高。
快是快，但是耐久很快也就用完了。接着我们就往家里赶去，想着修一下这个铲子。然后我就听见了一堆僵尸村民的吼叫声，好像低头这么一看，天塌了，兄弟们，全变成僵尸村民了。先把混入其中的僵尸给杀了，再把盖儿给他们封住，看不见就当没发生过。好吧，其实还是要处理一下的。我把他们每一只都单独的引诱到运输船上面，这样可以有效的避免他们前后交叉感染。我寻思先救活2只吧。丢上虚弱药水，再一人给他们整上一个金苹果，怕他俩交叉感染，我还一直在这儿盯着不敢走开。终于等到2个僵尸村民全都复活了，我想着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，就走了。然后我们放一个铁针出来，我一看完全修好这个钻石铲还需要4颗钻石。其实兄弟们，我还是觉得铁铲还是挺好用的，造价又不贵，附魔了用坏了也不心疼。咱这物资匮乏的前期呀，还是用铁铲比较好。接着去修建我们的简易刷铁机，现在我们需要刨出一个5×5、2格深的坑出来储死铁傀儡。接着我们盖了一个简单的村民恐吓装置，当然不出意外的，这个村民也是交叉感染上了。这时候我们精准采集的铁镐就有大用了，挖到的金矿石可以直接烧制成一个金锭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挖掘，我们也是成功获得了1组的金矿石，只要拿回家烧一下就可以全部变成金锭了。OK， 接下来呢也是给所有的僵尸村民进行一个复活仪式，再拐一个僵尸到这个恐吓机里面，最后进行一个防刷铁傀儡处理。OK， 我们和僵尸村民的爱恨情仇也算告一段落了。其实还有一个傻哥们儿，每次看见这个村民繁殖机都能勾起我不好的回忆，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最初的起点，建造我们最熟悉、最擅长的村民繁殖机吧。我们在这个口的最下方放上栅栏，再在上方放一排木板，这样村民进去以后就出不来了。再拐一个村民进去，然后把顶给封上。接下来就可以着手拆除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了。拆除工作也是一直持续到了晚上，而我们也没有多余的床让村民来认领了。没办法，出门找羊去呗。不过羊还没先找到，就找到了一只野生的球鱼，最后也是连扯带拽的给它弄回了家。不过这哥们儿是真难牵着走呀，中途不知道把绳子弄断了几次，还是弄丢了一根拴绳，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捡来的呀。他还拉了一坨嘲讽咱。在天亮之前，我们还是找到了羊，并且在附近还发现了一座掠夺者的前哨站。这羊可能被紫外线照射过多了，产生了变异，它们身上现在都没有毛了。OK 啊，成功将3只变异的无毛羊给带回了羊圈，不是牛圈。还好我技高一筹，差点让它变异回来了。给我们的村民繁殖机进行一下收尾工作。我们的无毛变异羊产生了变异，赶紧给它把毛剪了。接下来我去挖了一点石头，因为我们的村民交易所差不多也该提上日程了，许多工作方块还是要用石头来制作的。在有了石头之后，我们做出了高炉以及砂轮，接着就是给村民做几个简单的办公位，再在他们的办公桌下方放上栅栏，这样可以有效防止办公桌的更替导致他们出逃。在他们的工位上放上压力板，实时检测他们的体重，当然这样肯定是为了实时监测他们的健康状况，以怕他们身体出问题。接下来就可以把我们可爱的村民们给放出来了，他们似乎有点不太愿意去上班，不管了，先给他们再增加几个工位。其实还是有热心好市民的，很快的呀，大家都在自己的工作方块前面就位了。对了，我们中途去检查才发现咱们的村民繁殖机忘记放活板门陷阱了，还是有很多村民是咱们亲手复活的，所以他对咱们也是大打折扣。咱们也是通过交易很快的给他们升到能交易钻石装备的等级，那必须给咱之前快用坏的装备和工具进行一下修复了。通过和皮匠交易皮革以及和屠夫交易猪肉的方式，我们能获得大量的绿宝石，所以我们接下来的目标就很明确了，那就是造一个油猪兽农场。OK， 经过一段时间的收集，我们的材料也差不多收集够了。接下来就需要我把材料全部都搬到基岩上层，狂炫2口蛋糕。我们首先做了一个收集装置，用来收集猪肉以及皮革，再在上方放上灵魂篝火，用来处死油猪兽。上方的平台放上一圈的诡异菌，来恐吓油猪兽。当然平台也是要做好照明，防止刷僵尸猪灵。最后再放上活板门陷阱，我们这个油猪兽刷怪塔差不多就算造成了。为了提高效率，这个油猪兽刷怪塔我们是造了8层。
对了，最上层还是要放上1圈的半砖，用来提升我们刷怪的概率。最后我们只需要到足够高的高度挂机就可以了。来到刷怪塔的正上方，我们开始挂机。经过1天时间的挂机，我们的猪肉以及皮革的产量也是相当的可观。那我们就简单的往家里先搬运几背包。家里的2个屠夫也是完全的不够用。这哥们儿不卖猪肉就算了，给他挖了工作方块放上去，他还不认领。为了能更快的交易大量绿宝石，我们也是给屠夫增加了许多工位。工位造好之后，我们再把好村民全部都给他们放出来。来到第2天，村民们也是全部在自己的工位上就位了。接下来我们就是拿白嫖的猪肉大量的和村民进行交易，获得绿宝石。皮革也是可以拿来跟皮匠交易，获得一些绿宝石的。经过几天的交易，我们也是获得了51个绿宝石块以及一些绿宝石。接下来我出发前往了地狱，去寻找下界升级模板以及地狱油。有了地狱油，我们就可以炼制抗火药水，去岩浆海底下寻找远古残骸了。经过3天时间的探索，我没有找到下界要塞，但是却找到了一个朱林堡垒。当然，这个偷袭朱林堡垒的藏宝室，咱也是没少干过，可以说是得心应手了。进入藏宝室，我们首先把各个方位都堵上，以防被偷袭。确认安全之后，我们也是把藏宝室的黄金洗劫一空。最后也是在宝箱里开到了一个下界合金升级模板，我们也是顺利撤退，并开始接着寻找我们的下界要塞。在又经过1天时间的探索之后，我终于找到了新的下界要塞，当然也是成功在这个下界要塞里面找到了下界油。如果这个下界要塞还没有下界油，那就有点难受了。目标达成，我们直接溜溜球，还是老办法，丢末影珍珠到基岩上层。接着我们是顺利的找到了家的传送门。回到家之后，肯定是先把我们的地狱油给它种上。接下来我在家里发现了一个野生的牧师，和他交易了10几个末影珍珠，也算是我们之后打末影龙做下准备。随后我炼制出了6瓶8分时长的抗火药水。来到地狱，我喝下抗火药水，接着一个猛子直接钻进岩浆海里，结果发现啥也看不见，还说挖远古残骸呢。我直接选择溜溜球了。回到家之后，我们挖了一点沙子，制作了不到20个 TNT， 再给我们的无毛变异羊剪一下羊毛。带着这25个羊毛以及19个 TNT， 我们再次前往了地狱。使用 TNT， 我们直接摆出连环阵法，点燃 TNT， 我们一顿乱炸。第一次点火，我们也是获得了1个远古残骸。紧接着我们进行了2次点火，不过这次就幸运多了，我们成功获得了3个远古残骸。TNT 用完了，我们开始着手用床来炸，不过这个效率是完全比不上 TNT 的。最后也只是收获了1个远古残骸，床和 TNT 我们全部都用完了，所以接下来让我们脑袋放空，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无脑的挖矿机器人。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成功催眠了自己。你看这一转眼，这不就挖够了吗？成功炼制好之后，我们把它全部合成下界合金锭，9个够咱做一整套了。下界合金锭是够了，但是我们的升级模板不够。拿出我们的10运2附魔书，给我们的钻石镐先敲上，凑合用。我们还是来到我们之前的大矿坑，这里面还有很多洞穴，咱们没有探索完呢。在矿洞中，我们是逮着钻石一顿狂挖，然后回到了家，59个钻石，我制作了11个下界合金升级模板。睡一觉过来，准备安排几个图书管理员刷刷附魔，发现好几个村民都在这个栅栏这儿卡着，甚至都已经长大了，赶紧给这儿修改一下。接着去修建一下我们的室外图书馆。图书馆盖的差不多之后，我们再把村民全部都给放出来。最后还有2个不想出来的，也被我强迫的给赶出来了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折磨，图书管理员也是全部就位。靠着村民交易获得的附魔书，我们也成功做出了全套保护式经验修补的下界合金装备。第68天，我们也是残骸裹身了。又是1天之后，我也是给所有的钻石工具以及武器升级到了下界合金，顺便获得一个成就终极奉献。接下来还是把我们剩下的升级模板给放回箱子里。为了方便我们击败末影龙获得鞘翅之后赶路用，我们需要一些烟花火箭，也就是火药来制作。所以为了更快获得火药，我
给下界合金剑敲上了抢夺3的附魔。来到刷怪塔，我们开始了刷怪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挂机之后，我们也是差不多获得了1组多的火药。接下来我把火药全部都制作成了烟花火箭，把这些暂时用不到的烟花火箭以及搭路方块全部都放进末影箱里，再带上水桶，挖掉末影箱。我们直接出发前往寻找末地要塞，投出第一个末影之眼，我们是确认了末地要塞的方位。接下来我们一个瞬移直接找到了末地要塞的位置。这2只苦力怕什么意思？还想左右夹击我？不过全套保护式根本不慌，2下打死这个不讲武德的苦力怕。接着我往下挖掘了没几下，就发现了末地要塞的位置，并且非常幸运，没走几步我就找到了末地传送门的位置。我说这个传送门只缺4个眼睛，你们信吗？为了方便以后来往末地，我在隔壁开了一个地狱门。来到地狱之后，我们首先是把这个门全部给它拆掉，接着我轻车熟路的来到了基岩上层，再在这个基岩上方再开一个地狱传送门。不出意外的，这个传送门也是把我们顺利的传到了传送门框架这儿。简单收拾了一下身上的物品，直接纵身一跃，挖出一条路，我们来到了末地主岛上面。接下来就是把所有的末影水晶全部给它射爆。等他快下来的时候，我们赶紧拿床跑到他的下面，拿床压一压他的血线。至于为什么不用床直接给龙炸死呢？手法太生疏了，办不到。最后我也是一弩终结了他的生命。把龙蛋收下，我们直接出发去末地外岛，搭一个楼梯方便咱以后来往。接着一条路直接铺到传送点。最后一个飞雷神，我们成功来到了末地外岛。来到外岛，首先就要收集一点紫松果。被潜影被击飞的时候，这可是保命的神器啊！接着我们打开选项视频设置，直接给我们的视距拉满。在超级色率的加持下，我直接发现了远处的末地船。我们先朝末地船的方向搭一条路，感觉距离差不多了，我直接丢了一颗珍珠瞬移了过来。接着我来到末地船的正下方，从下开始往上搭，一路往上搭，直到感觉头被顶住，接着挖掉末地船的几个方块，成功搭到末地船的内部。上前把这个守护鞘翅的潜影贝给打死，并且成功获得鞘翅。接着把箱子里面的物品全都带在身上。来到船尾，我们解决了另一个潜影贝，并且又获得了一个潜影壳。有了2个潜影壳，我直接做了一个潜影盒出来，接着把身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都丢进去。当然龙头肯定是不能忘记带的。穿上鞘翅，我们直接起飞前往末地城。我直接飞到了末地城最上方的房顶上，接着咱啥也不管，直接冲到箱子这儿，把东西全都给带在身上。最后就是把这个末地城里面的所有潜影贝全部给清理掉。有末影珍珠就还好，一个瞬移直接来到它的正下方就可以无限输出它。一不小心我们被潜影贝给打飞到了天上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吃了一个紫松果。接着我们一个起飞，再次来到末地城上，把最后2只潜影贝给他们杀掉。这个潜影贝临死前一发炮弹又给咱打飞了。我们有紫松果，直接一个瞬移回到地面，还能顺便把它掉落的潜影壳给捡上。透过超远视距，我也是发现不远处还有一个末地城，直接飞过去探探。来到最上方的宝藏城，我们也是把宝箱里的所有物品给放到潜影盒里面打包带走。接下来就是对末地城里面的潜影壳进行一个无害化的处理。这个潜影被一个原地 TP 给我秀麻了，想不到你还是个高玩，你还是。接着我们也是解决完了这个末地城里面的所有潜影贝，有鞘翅之后回家是真方便，飞几下就能飞到传送门这儿。而且我们也不需要丢末影珍珠了，直接蹦2下就可以直接钻进去，一个跳跃。回到家之后，首先就是一个村民的大脸怼着咱，给我们的鞘翅敲上经验修补以及耐久的附魔书。之前因为经验不够，我们的下界合金套并没有附上耐久，接下来我们给他们全部都附上耐久。把龙蛋和龙头全部都放一下，这造型挺别致的。接着我们去路边采一点野花给我们的潜影盒染色。为了绿色染料，我们也是飞了一趟沙漠，成功找到仙人掌。回到家之后，给我们的6个潜影盒染上不同的颜色。
来到农民这里交换一些金胡萝卜，我直接来到了地狱。当然，这次的目的也很明确，就是去打3个凋零骷髅头。凭借之前的记忆，我也是顺利的来到了下界要塞。接下来我也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到了3个凋零骷髅头。拿到3个骷髅头，我们直接回家，带上一些灵魂沙，直接来到末地传送门。接着我在末地祭坛的正下方刨出一个足够大的洞穴，接着放上灵魂沙以及3个凋零骷髅头，赶紧跑远点，别让他炸到咱了。之前就因为没有防备被他炸死过一次。这个凋零也是被卡住了头颅，任斩宰割。做掉凋零，我也是成功拿到了下界之心。回到家，我也是用下界之心合成了一个信标。简单整理了一下家里的矿物之后，我发现家里的铁还是不够我做出满级的信标的，所以我把目光放下了这个刷铁机。为了稍微提高一下我们刷铁机的刷怪效率，我决定让铁傀儡调出检测范围，所以我在原有高度的基础上向下挖掘了20格高的深度。接着我在这个高度制作了一个收集装置，来到上方我扩大了一下铁傀儡的刷新范围，在中间放上打开的栅栏门，把上下贯通。接下来我们刷铁机的效率应该会提高一点点。最后我完善了一下上下的通道，上就是气泡柱把我们推上去，下就是一个落地水。接下来我发现这个交易所不是很对称啊，相当有必要让我右侧的村民往后退一格，并且面朝内部，所以我紧锣密鼓的开始了施工。施工的差不多，我发现除了我们刚造的地方是橡木，其他地方都是用的白桦木，这样就有点难受了。我直接一个起飞开始寻找白桦木森林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也是找到了一大片的白桦木森林。接下来我对这片森林进行了2天1夜的砍伐，这个森林也是光秃了一大片。我们腐殖的耐久也差不多快用完了，所以直接回家。回到家之后，我就瞬间有了个奇妙的小点子，瞬间就把村民交易所的事给抛之脑后了。我直接来到刷怪塔的正上方，拿出木头，并且全部都制作成了半砖。没错，接下来我就想试一下，在刷怪塔的上方盖一个15格宽的刷怪游走平台，能不能提高我们的刷怪效率？用的时间也不久，大概1天我们就盖好了这个刷怪平台。这光影真好看呀！不过最后我测试发现刷怪效率嘛提升的不多，我只能说还是跟高度有关。不过拿来刷火药做火箭勉强够用。回到家之后，我也是把这个村民交易所给它改好了，这样就顺眼多了吧。为了能获得保命的不死图腾，所以我前往了之前发现的掠夺者前哨站，把前哨站关着的铁傀儡给它放出来。虽然说咱家里有刷铁机，但是铁傀儡还是我们人类的好朋友的。再把掠夺者关着的小月灵们给放出来，一人给他们一个金胡萝卜，再往地上丢一根，他们捡起来就会给咱。接着来哨站顶部吹一下我们刚抢的山羊角，最后再找掠夺者小队长借上一瓶不祥之瓶。回到家之后，我首先就是把铁傀儡给喊出来，用来保护咱们。接着直接喝下不祥之瓶，触发袭击。为了保护村民的安全，我把村民交易所的所有盖子全部都给他们盖上了。当然有铁傀儡的帮助，接下来的第1波袭击我也是顺利的接了下来。第2波、第3波、第4波袭击也不在话下。除了这一波有点难崩，他们掉进刷铁机里面，被岩浆给烫死了。最后在铁哥的焊死不备下，我们也是成功通关了袭击，成为了村庄英雄，并且拿到了不死图腾。这次袭击我们成功收获了6个不死图腾，当然肯定还不止，好像还有好几个死在那个刷铁机那儿了。村民们好像对我们这个村庄英雄不屑一顾，也不给我们奖品。接着我来到刷铁机这儿一看，果然还有2个不死图腾在这里面。接下来我打算去会我们 MC 3大 BOSS 之一的远古守卫者了，给我们第1天获得的水肺药水添加一点红石粉，增加一下时长，再从牛哥身上集几桶奶用用。拿上水肺药水，其实我觉得2瓶已经够用了。我们直接出发前往寻找海底神殿。OK， 找了1天没找到，我们先回家一下。但是不怕，我直接找制图师换了一张海洋探险地图。拿着海洋探险地图，我再次出发。但其实这个海底神殿离我们其实非常的近。接着我从海里面路过了一下，就被这些大眼珠子给锁定了，赶紧跑到岸上。来到隔壁的沙滩，我简单准备了一下，接着喝下水肺药水，我一个猛子直接扎进了海里。
找到远古守卫者，我们逮着他就是一顿暴锤。但说实话，远古守卫者可能不是3大 BOSS 里面最强的，但肯定是最恶心的一个。最后再掏一下海底神殿里面的金块，但可惜这个海底神殿好像并没有海绵房。从海底神殿中间探出，接下来我准备跑路了。在大眼珠子的激光伺候下，我拼尽全力的开始往岸上赶。这时候我看见了物品栏里面的鞘翅，赶紧换上，并且拿上了火箭想飞走，但是发现根本飞不动。但在我们按下菜单的那一瞬间，不死图腾已经触发了。我退出游戏进行了一次备份，回到游戏我们发现，哎，好像还没死，赶紧给我们的副手换上不死图腾。不过直到我们游到岸边，第2个不死图腾也没有再次触发了，赶紧瑞回家压惊。我又找制图师换了一张试炼的探险地图，把身上杂七杂八的东西放进收纳袋，我直接出发前往试炼。这个试炼也是在我们家附近。找出试炼的确切位置，我拿出铲子开始向下挖掘。没用多久，我是挖到了试炼的墙壁，提前换下鞘翅，换上我们的下界合金胸甲，很容易的我们就通过了第1波试炼。试炼直接给了我们奖励是一把钥匙，我们没着急开，又打了一波试炼，结果他又吐出来一个钥匙。这次我们直接拿着钥匙去开启了宝藏，但宝库里开出的东西就有点不尽人意了。我扭头就赶往了掠夺者的前哨站，接着我又在河里杀了一个掠夺者的小队长，获得了一个不祥之瓶。来到试炼上方，我喝下了不祥之瓶。接下来我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试炼大厅，大厅的下方全部都是细血，不过这个骷髅也会受到这个细血的伤害，相当于间接帮咱打怪了，也是给了几个金胡萝卜当战利品。接着在大厅我们随手打了一波僵尸，却没想到他却给了我们一把不祥钥匙。来到下一个大厅，这个大厅好像是火系大厅，地板有一些岩浆块，在这里我们拿到了第2把不祥的钥匙。在这个试炼大厅内，我又打了一波旋风人，并且获得了第3把不祥钥匙。接着我找了一个地方开启了试炼宝库，奖励有唱片、绿宝石、钻石，还有一本附魔书。附魔书是一本垃圾附魔。回到家我又找制图师交易了一张灵地宅邸的地图，背上行囊我又再次出发了。林地宅邸还是有点距离的，一直飞到晚上我们才到达目的地。接下来我换上了下界合金胸甲，一个猛子我直接钻进了林地宅邸，进去被劈了一斧子，我就发现好像有点不太对劲，这伤害有点高啊！我有点后悔了，想破窗逃走，但是被怪物围殴打断了我施法，并且让我键盘都按错了。这群怪物逮着我就是一顿痛殴，给我打到只剩1颗心。现在我是慌不择路呀，被他们打得抱头鼠窜，被一个拐角探头出来的掠夺者直接打碎了不死图腾，接着被这个设计卡了一下脚，我感觉我要交代在这儿了，一顿乱跑，最后我跑进了一个房间里面，前面没有路了，我赶紧掏出斧子挖出了一条路，看见了胜利的曙光，看见了大门。不过有惊无险，最后也是成功逃出了林地宅邸。接着我们就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群系苍白森林，来都来了，咱肯定得带几棵树苗走吧，所以接下来我就在等这个树叶枯萎掉落树苗。这嘎吱怪突然跑到我脸上，吓得我心肺骤停一瞬间。不过我们挖掉了他的嘎吱之心，他也是原地去世了。这苍白森林也有点害人，我们还是直接跑路吧。为了方便待会来报仇，我们来到了林地宅邸的房顶，在房顶上我搭建了一个地狱传送门，方便一会儿再过来。老样子，传送过去我们直接敲碎，再丢一个珍珠，直接来到基岩上层，原地开一个传送门，检查一下是否正确。 OK， 完全正确，没问题。之后我直接回到了家，从家里拿上了1组的铁块，再带上了10几个雕刻南瓜。我再次来到了林地宅邸，可曾听说过一种从天而降的铁戈？当然，有了铁哥的帮助，我们也是无往不利。我只需要拿着铁给他们补血就可以了。接着，我们在一个神奇的小阁楼里意外发现一个宝箱，也在里面找到了一个脑鬼锻造模板以及一个音乐唱片。最后，我们放出了被囚禁已久的月灵，他们应该已经被囚禁了94天了吧？打完收工，我们直接回家。回到家之后，我给头盔及胸甲附上了盔甲纹饰。再接着就是给村民进行一个自动化打折处理。我在上方用铁轨来回运输着一只僵尸，接下来我们只需要遮挡住这只僵尸的视线，别让他看见我们，他就会殴打村民，把村民全部送上去按摩，到时候他就会给咱狠狠的打折。
按摩完，再一人喂他们吃上一个苹果，他们也是高兴的，全身都开始站立起来了。100天，我们拿出我们所有的铁块，开始搭建信标的基座。再从熔炉里拿出烧好的铁锭，合成铁块，不多不少，正好9个，摆到我们的信标基座上，最后再放上信标。这就是我在 Minecraft 的极限生存100天的故事，感谢各位观看。